独孤侠叔经睡了12个时辰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独孤侠叔醒后，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，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有秋。司马妙算，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。义兄，我准备好了。到了南州狱，你要耐心地倾听独孤讲述梦中或现实中的经历，将其画在纸上，进而帮助他回忆哪些是梦境，哪些又是现实。明白。黄馒头，你给带个路。是。行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冤枉的，想为自己洗清罪名的话，就需毫无保留地说出真相，明白吗？你怎么是个女的？这多不方便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就不要介意我女子的身份了。我乃苏司马义妹，你可知道我义兄是狄公弟子？狄仁杰的徒弟。对呀，狄公之名天下传颂，就是因为他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苏司马受狄公真传，你应该相信他。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细娟啊，你的这些画中，这一幅最为怪异。这个是刘有求和青红在独孤家幽会，这个是独孤侠叔找刘有求理论，而这个是青红要挟刘有求带他远走高飞，不然就把两人的奸情捅给独孤侠叔。最后一幅是刘有求恼羞成怒，举菜刀杀了青红。这是他的梦境？不，独孤侠叔说这些不是在梦中，也不是真的，只是这些画面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，我便画了下来。杀害青红的是刘有求，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。老费治好了他的妄梦，现在又出现了幻觉。这独孤侠叔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？哎呀，南州的雨下的，本来就容易让人神志不清，出现幻觉也不奇怪。哎，你们两个来了这么久，有没有出现过幻觉啊？我幻游过石桥山。哦，我幻想回到了长安。义兄，我的这些话，是不是对破案没有任何作用？不，很有用。你的这些话，证实了机师的推断，独孤侠叔的精神状态一定有问题。
而起因，恐怕是他被人暗算了。青红是刘有求杀的，可刘有求已经死了。我这么说，您是不是会怀疑我，把一切都推给了死人？根据现有的线索及时间上的推断，刘有求杀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不，一定是他杀的。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，但只要我说出来，你一定不会质疑的。怎么，你还有隐情？那个画师是个女子，我实在没好意思说出口。你连秦红和刘有求私通都说了，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？我实在说不出口。来人，大刑伺候。苏司马，我在独孤侠书身上明白了一件事情：有些人只知刑法，对于这些人，下策实为上策。好吧，陆三军，那他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好，我说，一切都要从2个月前，青红到文庙给我送换洗衣服说起。是你啊？你怎么知道我？我算准嫂夫人今日会来，特意来接的。他呢？买蜡烛去了。那我在这里等他回来吧。哎，那可不行，要是把嫂夫人交病了，那买蜡烛的人岂不是要怪我了？哎，快走吧，为嫂夫人撑伞是小弟的荣幸。走吧，啊。谢谢。小心台阶啊！哎，嫂夫人，快入东堂休息吧。哦，我还是在院里等他回来再进屋吧。别啊，嫂夫人，东堂有炭火或暖和些。您要是把身子给冻坏了，那就是我的罪责。来，走吧，啊，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当时很害怕。怕什么？我怕，如果追着去东堂后，会看到不堪的情景。那你去看了吗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还是会去看的。是啊，我去看了，那都是因为吉祥他懂规矩，回避了，要不然我也没办法跟过去看。嫂夫人，没有被淋湿吧？没有。哎呀，你淋湿了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我帮你擦擦吧。那就多谢嫂夫人了。好香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青红好香啊！都怪那该死的雨！这跟雨又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若不是下雨，青红就不会被浇在树下，
刘有求也不会有机可乘。你怎么不愿散？不愿那卖散的、造散的？我愿啊！所以自那以后，我只要见到卖散的，我就全买下来，然后一把一把全给踩折了。那以后呢？又发生了什么？后来，我发现青红给我往文庙送衣服的次数变得多了起来，直到不久前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什么叫我怎么又来了？我还不能来看看你了？你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还是金屋藏娇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刚给我送完换洗的衣服吗？那我就不能再来了。我倒要看看你整日在这儿都做什么。哎，嫂夫人，刘有求，你把他扣在这儿什么意思啊？嫂夫人误会了，我俩这不是在文庙苦读，为了考取功名吗？得了吧，只见虚度了光阴，耽误了春秋。何为虚度？我怎么就耽误了？是我两事未重，但俗话说，30老明经，50少进士。那进士科，朝廷每年就取那20-30人。我就算是50岁中了，那都算年轻的。50岁，你还打算跟他在这里苦读到50啊？哎，嫂夫人，你俩别吵，我去给你们泡茶啊，别吵。后来，我喝了刘有求泡的茶，便昏昏睡过去，一睡便睡2个时辰。等我醒来，青红早已经回家了。我就纳闷了，我当时正在气头上，怎么可能睡着呢？喝了茶？对，茶。我怀疑刘有求在茶里给我下了药，然后他给青红。那你又是怎么做的呢？我几日后，我找刘有求帮我一个忙。刘有求，我的赵明文选第1卷在不在你那儿？没有啊。哦。没有，难道上次回家忘在家里了？我还得回去取一趟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这吉祥也真是的，非得打什么山鸡给咱们吃，肯定没弄干净。不要紧吧？没事没事，歇会儿就好了。哎，要不麻烦你跑一趟，回去把文选第1卷帮我拿回来好不好？你是故意试探？是，我一定要确定他们2个到底有没有奸情。那刘有求一开始还假意为难，可很快就答应了。你如此试探，就算原本没有什么，在相应的情景下，岂不也有了？我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甚至我心里还有一种隐隐的期待。期待什么？期待他们真有事。独孤侠书，我看你就是疯了！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他，所以宁愿他先负我，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。你，然后呢？这里没有文选的第1卷啊，它到底丢在哪儿了？哎呀，我看呀，是这雨下的太久了，把他的脑袋都给淋湿了吧？不是他脑袋淋湿了，是被我当柴火烧了。这文选里可都是精华呀，1卷文选可
可抵万斤柴禾。这火苗确实不小。你是说灶台的火苗，还是青红的火苗？刘有求，你放肆！雨下的这么大，就算我胆子再小，也想放肆了。我虽然没有一石头砸下去，但刘有求回到文庙以后，我捉了他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啊，为什么？刘有求，你今日必须给我说清楚！你疯了吗？是，我疯了，那是你逼的。刘有求，我杀了你！虽然我没有动手，但刘有求还是吓坏了。他最近就去找青红，我知道他一定是想劝青红跟他私奔。可那女人，她毕竟跟我夫妻一场，定是没有答应他，便被他给杀了。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没错，没错，是这样的。刘有求把青红给杀了，刘有求把青红给杀了。我头好疼，我的头好疼，我的头好疼！怎么了？我的头好疼，头好疼！我说你们两个不要再问了。虽说他觉是睡足了，那也不能太紧张了。独孤侠说，闭目养神片刻，想吃点什么？热米汤最好啊！我让他们弄，快弄去啊！这独孤侠书所言，真伪难辨。欲辨真伪，只能麻烦卢参军再跑一趟了。明白。吉祥兄弟可在？偷鸡？饿了？实在想吃，跟着吉祥打山鸡不就行了？何必偷偷摸摸的？他每次都不肯带我。那你就偷偷跟着他，看看他是怎么抓山鸡的，自己学，自己打，何必求人呢？嗯？挺大个人，四肢健全，却以乞讨为生，你好意思吗？再让我看到你偷东西，我必多打你几板子！不，下去！吉祥见过上官。吉祥老兄，未经你允许，我就闯入你的堂中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，我刚才看见东郎鬼鬼祟祟的走了，应该是他带您来的吧？对。吉祥老兄，你这是？南州冬寒，虽不比北方，但是却阴冷阴冷的。我提前做了几件御寒的衣服。好，看吉祥老兄一表人才，又听人说也是酷爱读书之人，那为何不在外面谋个差事，非要像闲云野鹤一般住在这文庙呢？一言难尽啊，人生不如意，十有八九。我能谋到这份杂役的差事糊口，已算幸运。哎，上官今日来，有何吩咐？跟你打听一下前不久的一件事。那天下雨，青红来了，独孤侠书说，我怕
如果追着去东堂后，会看到不堪的情景。独孤举子是这么说的。怎么，他撒谎了？不是撒谎，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！那日是青红来，发现了二位举子的秘密。秘密？这事儿也怪我，上次犹豫再三，没对苏司马说破，完全是想给二位举子留些脸面。可这事儿人命关天，哎呀，这几日我一直很后悔。可否再来一碗米汤？我就是你打我干什么？除了你做下的好事，我还能因为什么打你？罗凌风，你为什么打他呀？见到吉祥了？见到了。你眼前的这个人，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，嘴里说的太在乎的那个他，根本不是青红，而是刘有球。啊，这话我怎么没听懂啊？那天根本没有下雨，更不存在青红和刘有球共处一伞之事。不是独孤侠书撞见青红和刘有球暧昧，而是青红发现刘有球和独孤侠书的。还是被人知道了。你自己什么？哎哎，你独孤侠书，刚才卢参军说的，还是被人知道了，还是被人知道。师傅，喝口茶吧。他畏罪自杀，我何错之有？苏明，你是南州司马，督察司法，你说什么我洗耳恭听便是。你说的那种事，他做不出来。他已经承认了，亲口说，还是被人知道了。即便如此，也是被你吓的。我说的若非实情，他为何不反驳，反而要自杀？中郎将被逐出长安之时，为何不反驳？心灰意冷之际，难道没有想过要自杀吗？你，喜君，你这话过了啊！喜君的话虽然伤人，却不无道理啊。罗凌风，你消消气儿，耐心的听喜君说完，好不好？那日我听独孤侠书讲了6个时辰，确实感觉到他有所隐瞒，但他对青红用情至深，不会错。他最在乎的一定是青红，不会是别人，更不可能是男人。卢凌风，我觉得你所说的激情不会存在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。独孤侠书个性软弱，又极爱脸面，此行为并不能代表他认罪。喜君的话，你大可不以为然，但我们是不是应该仔细想一想，此案至今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细节，以至于……要不这样，咱们品着茶，冥想半个时辰。薛欢，给你师傅倒茶。
让我死！我要去见青红，见刘有求。我要把一切都问个明白。死了就什么都明白不了了。说实话，死可比活着容易多了。我老费年轻的时候，那经历的不比你少。听我一句劝啊，再难也得活着。苏司马，卢参军。苏司马，卢参军，何事惊慌？不是独孤侠书咽气儿了？不是，您看这个，这是林州来的协查回函。10年前，林州曾有一飞贼，名唤凌剑，在当地犯下命案多起，盗窃无数，甚至包括州库。此人善使刚真暗器，每发必置人于死地。10年前消失，至今再无消息。难道这个凌剑来南州了？哦，还有一个消息是我在来的路上得知的，刘有求老父在入夜之后自焚而死。自焚？对，应该是哀思刘有求悲伤太过，我已经派人过去了。着火后，司令得利，火势才没蔓延，但人还是给烧死了。人是死后才被焚烧的，死后被烧。仵作还没有到，如果他们仔细查验，不难发现，活着的时候遇到大火，惊逃中，火场的烟灰就会吸入鼻腔，而刘有求的父亲鼻腔里并没有烟灰，口腔里也没有，这说明他是先被人杀了，然后才点了这房子。凶犯着实残忍。此案与前案恐有牵连，卢参军觉得呢？刚才冥想时，我觉得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疏忽。跟我来。吉祥见过苏司马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昨日被卢参军一语点醒，想到一个更大的地方，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，去做一些该做的事。我已近不惑之年，还不算晚吧？哦，是这样啊。其实那日我见你喜好读书，便很欣赏你。如果你真的心存志向，可否暂留时，我好向上保举你，或许你就可以直接去刺史府做事。多谢苏司马的欣赏。我确实有如仕途的想法，只是不想依靠别人。毕竟我自入文庙以来，一直苦读，也想试试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好吧，那就祝你前程似锦。谢苏司马。去吧。站住！接到。接我？
我有什么好结的？现在没下雨，你却撑着伞，必是心怀鬼胎。阁下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却说我晴天打伞。我遇抢劫，必然要隐藏自己的身份。你呢，必是用伞遮挡身上的金银财宝，速速交出来，免得我动手。我一介书生，哪有什么金银财宝？书生，这身打扮就冒充书生，我看你更像个江洋大盗。阁下可是故人？非也，就是不信你是个书生。我前半辈子身在草莽，后半辈子欲登庙堂，不行吗？既如此，就背首人生不得已的滕王阁序来。错一个字，我就多砍你一刀。滕王阁序，好文章。只可惜我没有功夫，但既然你想听，我倒可以背上一段。这也是我最喜欢的。嗟乎！时运不齐，命途多舛。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。居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；窜梁鸿于海曲，岂乏明时。所赖君子见机，达人之面。老当益壮，宁以白首之心，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着贪权而绝爽，楚河者亦犹欢。北海虽赊，扶摇可接；东隅已逝，桑榆非晚。孟尝高洁，空余报国之情；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。我三尺为命，一介书生，无路请缨，等中军之弱冠，有怀投笔，穆宗悫之朝风。老朱鬼，接枪！跟我使暗器！动！急什么？你的文采不错，滕王阁序接着背啊，我还没听够呢。卢参军好武艺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是你带来的帮手，必取其狗命。你给我背，坐起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我说了，你不要过来吧。我
我是该叫你吉祥呢，还是该叫你灵剑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已在灵州消失了10年，为何又跑到南州来犯案，而且一下子害死了3个人？有何证据？这个人曾经是金吾卫的中郎将，以他的武艺，擒你还用费那么多周折，不过是要逼你当众使用暗器。经2次验尸并比对钢针，青红就是被你的暗器所害。杀一人就是死罪，你还有必要隐瞒杀害刘氏父子的罪行吗？想瞒也瞒不住。这是从你的包袱中搜出来的，刘有球的父亲写给京城市郊的书信。这书信为刘有球铺平了进士之路。这应该是你纵火前在刘宅盗取的吧？你，一个爱读书的杂役，一个梦想成为进士的大盗，还真想去长安走一遭？恨只恨你跟姓卢的到了南州，阻断我奔往京城的仕途。闭嘴！若是你这等贼人都能做得了官，岂不是我大唐的耻辱？可我想不明白的是，我到底是哪里漏了破绽？你打野鸡的手段。我认了。我本贺县人，从小便是孤儿。蒙师傅收留传授武艺和暗器之术，后师傅死于江湖之乱。我报仇后飘荡陆林，为躲避追杀，逃到林州的寺院更名灵剑。只是我不甘寂寞，做起了飞天大盗。这种白天和黑夜截然相反的人生，带给我非同寻常的刺激。可到了而立之年，我便觉得一切都乏味而无趣。故金盆洗手，来到南州，捐资建了那座文庙。你说什么？文庙的捐建人是你？很奇怪吗？文庙建好后，我便以杂役身份在庙里住下。南州虽有读书人，可来拜文庙的，1年也没几个。大多都是上了香就走，我岂不落了个清净？没想到，3年前，把东西放下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是。先生，您这是？请称呼我独孤举人。吉祥，拜见独孤举人。我要在这里苦读备考，帮我挑选房间吧。这钱你拿着，往后我的1日3餐就靠你了。文庙是供孔夫子的地方，书生借住读书，叫我着实无法拒绝，就只好编了文庙闹鬼的谎话，想把他吓走。吉祥，你不是说庙里有鬼吗？鬼呢？哎呀，该不会是女鬼吧？我都等她半个月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啊，独孤举人自带正气，把他给吓跑了。你说这庙里闹鬼，是因为你虽住夫子庙，心中却无父子。此话怎讲？先贤曰：“子不语，怪力乱神。”你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，不要再信什么妖鬼之说了。拿去看。从那以后，
我经常找独孤侠书借书，渐渐的竟喜欢上了读书。君臣固守，以窥周室，又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。包举宇内。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，当是时也。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之，修守战之具，外连横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对呀，对呀，瞧我这脑子！哎，你的脑子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当年读过《秦论》的时候，比你年少，都没有你记得快。君实乃天才。我这负案多起的大盗，竟被独孤侠书夸了个“君实乃天才”，高兴的我3日3夜合不拢眼。甚至就是从那时起，我的内心深处萌生了一个念头：别人可以读书应试，我如何不能去京城求取功名啊？独孤侠书两事不周，那是他天资不够。我吉祥若苦读几载，奔赴长安，必一击而成。那样，我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将泾渭分明。这种截然不同的人生，岂不比我当年日僧夜道更为刺激？所以你这个大盗，在夫子庙里开始了奋发读书，直到有一日。惊觉幻夜里，复觅去。盛世繁华里，着新年生安逸。万机不休，跋涉夜行。心有火光燃东河，举风鸣，是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你无情暗涌在心里，出命运道尽世间情，恩为念，怨为心，河山不休，翻云覆雨，山伏荆棘高为愿求安心，为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纵有千帆险境，亦不枉此行。只惧尘血落尽，空有缘为命。生死何以将情浪化尽这好风景？冉冉正气，是心有所